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给大家说一说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这部片子网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影视博主解说过，因为2个小时的电影完全采用多线叙事，7、8条故事线，10几个主要角色，很多人看完电影直接就蒙圈了，更何况浓缩成几分钟的视频让别人看懂，实在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只对圣岛片爱得深沉的阿拉斯加，偏偏我就爱啃这种硬骨头。整部电影所有的故事线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种族歧视。由于片中角色太多，还有大量白人、黑人、黄种人，小白、小黑什么的肯定不够用了，我只能斗胆借用一下我国爱情史诗大剧《乡村爱情故事》来给角色起名了。故事要从一场车祸说起，黑人警官王大拿和他女朋友杨小燕在回家的路上，前面发生了一起事故，然后他们就被后面一个没来得及踩刹车的亚裔中年女子追尾了。亚裔女子的态度非常恶劣，和杨小燕吵了起来。王大拿也下了车，身为警察的责任感驱使他来到前面的事故现场。原来是一个年轻人被枪杀弃尸路边，王大拿低头看了看死者的鞋子，他的眼里似乎进了沙子。时间回到1天前，伊朗裔波斯人王老七开了一家杂货店，总是被人打劫，所以他和女儿王小萌决定买把手枪防身。两人一边挑一边用波斯语聊天。枪械店老板明显是个种族歧视者，还以为他们是伊拉克裔的阿拉伯人，说不想再做他们的买卖了。王老七说：“我也是美国公民，你凭什么不卖给我？”两人越吵越凶，最后王老七被店员赶了出去。他女儿王小萌说：“你要是不卖，那得退钱给我们啊。”老板一想也是，有钱不赚王八蛋，所以还是把枪卖给了王小萌，并且问他想买哪种子弹。王小萌说：“就要红色盒子的那种。”老板一愣，反复确认以后，还是把红盒子弹卖给了他。视线来到大街上，一对黑人死党李大国和王天来在扯淡。李大国不停地抱怨，在这个国家歧视黑人越来越严重，而王天来却不以为意，说是李大国有点神经质了。话还没说完呢，迎面走来了一对白人夫妇，妻子看到了这俩黑人，立马紧紧挽住了丈夫的胳膊。李大国说：“你看吧，他们都怕我们，怕得要命，但是这没道理啊！整条大街全是白人，就我们俩是黑人，该害怕的应该是我们才对。你说为啥我们不害怕呢？”王天来说：“大概可能也许是因为我们有枪吧。”说完，俩人便掏出手枪，3下5除2把那一对白人夫妻的车给抢了。原来这俩哥们儿是一对专门抢车的劫匪。上车后，王天来还把一个守护神的雕像放在了前面，遭到了无神论者李大国的嘲笑。咱们接着说这一对被抢了车的白人夫妻，丈夫广坤正是当地有名的检察官，他还要争取黑人选民的选票，所以想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于丢了钥匙，广坤家的门锁也要换，但是广坤老婆海燕一看，锁匠居然也是个有纹身的黑人，刚刚才被黑人劫匪拿枪顶住脑袋的他崩溃了，跟广坤大吵大叫，说锁匠一看就不像好人，明天必须重新换锁。锁匠瞅了海燕一眼也没说啥，放下了钥匙就出了门。而海燕不但仇视黑人，还向自己的墨西哥女佣乱发脾气。咱们再来把视线对准刚才的锁匠，他的名字叫刘能，你们就说像不像吧？刘能有个5岁的可爱女儿叫刘英，晚上他听到了外面有枪击的声音，所以吓得躲在了床底。刘能一家以前住在黑人区，经常发生枪击事件，没想到搬了新家又碰上这种事儿。刘能说：“闺女别怕，你爹有一件刀枪不入的隐形斗篷。”说完就装作把这件隐形斗篷脱下来，穿在了女儿刘英的身上。那么发生在他们家附近的枪击案又是怎么回事呢？视角再次回到了黑人警官王大拿这边，他来到了这起枪击案的现场，同事告诉他，死者也是一名黑人警察，而犯罪嫌疑人则是一名白人警察。查案间歇，王大拿决定和女朋友没羞没臊调解一下，却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妈妈让他去找自己那个总是在外面鬼混的弟弟。王大拿以工作太忙为由打发了妈妈。杨小燕生气的说：“你咋能这么跟你亲妈说话呢？”其实杨小燕不知道王大拿他妈的情况，他妈是个瘾君子，整天念叨着让王大拿把他弟弟带回家。王大拿来看望母亲，发现冰箱里空空如也，就出门买了一堆食物。之后王大拿继续调查那起黑人警察遇害案，发现死者车上有来路不明的巨款，而且明显死前嗑了药，也就是说死者可能是嗑药嗑多了，并不是犯罪嫌疑人白人警察杀死的。但是检察官广坤的同事却说，现在的舆论你也知道，政府工作的黑人们知道这个事儿都怒不可遏。广坤如果想继续获得黑人选民的支持，这起案件就必须按照白人警察杀了黑人警察处理。反正你不也是黑人吗？王大拿说：“你们这不是冤枉好人吗？”广坤同事拿出了一份资料，说知道王大拿的弟弟犯过几起重罪，还说想提拔王大拿升官。被威逼利诱的王大拿只好妥协，答应帮检察官瞒天过海。我们跟随镜头看看另一个主角，年轻的白人巡警赵玉田。赵玉田的爸爸赵四生了病，去医院看了3回也没看好。玉田给护士打电话，希望重新挂一个专家号。黑人护士说这个不算紧急事件，得排队等号。玉田问了黑人护士的名字，一听就是个黑人名字。玉田觉得对方有意刁难自己，直接在电话里骂起了街。护士也毫不留情的挂了电话。心里憋着一肚子火的玉田和搭档永强开车巡逻，他们也收到通知，2个黑人男子抢了一对白人夫妻的黑色商务车。玉田追上了一辆款式差不多的车，永强说驾驶室里坐的是一男一女，咱们追错了。玉田则坏笑着说：“我看到那女的在干嘛了。”紧接着俩白人巡警把这对黑人夫妻的车拦下，黑人司机说他要长贵，是一个刚刚参加完颁奖典礼的电视导演。玉田百般刁难长贵，明显就是把刚才从黑人护士那里受的气全部发泄到了这一对黑人夫妻身上，甚至还在搜身时对长贵的妻子大脚上下其手，从头摸到了脚。看到自己的妻子被玉田侵犯，身为黑人的
长贵只能忍气吞声，还向2个警察道歉。玉田的搭档永强认为玉田的做法太过分了，回到警局立马向领导提出要换搭档。另一边，回到家的大脚和长贵大吵一架，你居然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老婆被人摸，你还是不是个男人？长贵说：“我当然是个男人，我还是个黑人，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夫妻俩大吵一架，不欢而散。影片开场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把几条故事线的10几个主要角色介绍了一遍。别着急，下面咱们从头到尾一个个的讲。锁匠刘能下一个活刚好就是给杂货店老板王老七修锁，然而他却发现王老七家不只是锁的问题，整扇门都坏了，所以他建议王老七换一扇门。王老七一看刘能是个黑人，以为对方看自己是波斯人好欺负，所以要讹自己，骂骂咧咧的说：“你赶紧给我把锁修好，老子1分钱都不会多出。”刘能心说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一气之下扭头就走，锁不修了是钱也不要了。谁知道当天王老七的店就被洗劫一空。一个黄皮肤的保险公司员工说，由于是王老七赶走了锁匠，所以算是他这边的过失，保险公司不能赔偿。倾家荡产的王老七彻底崩溃了，查到了刘能的个人信息，带上女儿为自己买的手枪来到了刘能家。此时刘能刚好回到家，王老七用枪指着刘能说：“你毁了我的一切，我要你拿你的一切来偿还。”刘英看到爸爸被人用枪威胁，对妈妈说：“爸爸把斗篷给我穿了，我要去救他。”然后就冲了上去给刘能挡子弹。刘能悲痛欲绝，却没想到女儿居然毫发无伤，还说爸爸的隐形斗篷果然好用。王老七回到家，对自己女儿王小萌说了今天的经历。他认为那个小女孩是上天派来感化自己的天使。而王小萌看了看货架上的红盒子弹，原来他为了父亲的安全故意买了空包弹。到这里，波斯人和锁匠两家人的故事就讲完了。接下来说一说黑人劫匪李大国和王天来，俩人半路上不小心撞到了一名亚裔男子。李大国决定肇事逃逸，毕竟车都是偷来的，但是王天来却坚持要救人。救完人以后，俩人找到了卖黑车的二道贩子，对方明确表示，只要是撞过人沾了血迹的车，一律不能卖，只能烧掉。哥俩只能郁闷的离开。临走的时候，王天来还不忘拿走他的守护神雕像。咱们再来看看检察官广坤这边，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起诉那个杀害黑人警察的白人警察。当然前面说过了，那个白人警察是无辜的，只是政治正确的牺牲品。之后广坤接到了老婆海燕的电话，原来海燕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跟闺蜜抱怨自己的遭遇，谁知道打完电话一不小心失足摔下了楼梯。她给丈夫广坤打电话没打通，给那些所谓的闺蜜打，人家都忙着做美容，没一个来的。最后还是家里的墨西哥女佣救了自己。海燕抱着女佣，发自真心的说了一句：“你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广坤一家的故事也说完了，再继续说回白人巡警赵玉田。玉田来到医院，找到那个敷衍自己的黑人护士，想为生病的爸爸赵四讨个说法。赵四自己攒钱开了一家公司，23名员工全是黑人。赵四不但没有歧视员工，反而给了他们和白人一样的工资。谁知道因为政策，赵四的公司倒闭了，他失去了一切。然而这句话并没有打动黑人护士，玉田被赶出了医院，和新搭档继续巡逻。上次一气之下调戏了黑人女，这次不知道还会捅出啥幺蛾子。谁知前面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个女司机被困在了车里出不来，眼看汽车就要爆炸，玉田想把人救出来，女司机看到玉田却拼命反抗。原来这个女司机正是曾经被玉田猥亵的黑人导演他老婆大脚。生死关头，玉田向大脚道歉，并且不顾同事的劝阻，在汽车爆炸前1秒冒死把大脚给拖出了车。在生命面前，种族问题根本不值一提。白人警察玉田的故事也说完了，我们接着说大脚的老公，也就是黑人导演长贵的故事。在长贵工作的时候，白人制片人要求他重拍一个镜头，原因是刚才的镜头里有一个黑人角色的英语说的太过标准，这显然不符合黑人智商低的人设。长贵是脸上笑嘻嘻，心里妈卖批，但还是重拍了镜头。窝了一肚子火的长贵上车准备回家，却没想到遇上了2个抢车的劫匪，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李大国和王天来。俩人一看被抢的居然也是个黑人，一愣，而长贵也终于爆发了，和俩劫匪打了起来，并引来了警察。王天来趁机跑路，而长贵和李大国则被警察包围。警察说里面的人赶紧缴械投降，否则就格杀无论。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长贵抢过了李大国的手枪，走下了车，和警察们吵了起来。巧的是警察里刚好就有玉田之前的搭档永强，出于对长贵的同情，永强劝他息事宁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是有权利击毙他的。长贵冷静了下来，一起种族流血事件得以避免。长贵上车后把枪还给李大国，并且说道：“你是带给我们黑人同胞丢脸。”但是李大国当天晚上又偷了一辆白色的货车，送到了黑车贩子那里。打开后门一看，里面居然是偷渡到美国的东南亚人，看来他不小心偷了一辆蛇头的车。黑车贩子说：“这车人我全要了，一人算你500块，怎么样？”李大国很清楚这些人要是落在他手里会是什么下场，所以拒绝了交易，把一车的东南亚人全放了，还给了他们一些零钱。李大国的故事也讲完了。那中途跑路的王天来去哪儿了呢？他在路上搭了辆顺风车，司机巧得很，刚好就是下了班的白人巡警永强。王天来说永强车上放的音乐他也喜欢。此时永强瞄到了王天来的兜里鼓鼓的，似乎藏了一把手枪，而王天来却突然笑了起来。永强心里发毛，说：“你笑啥呀？”王天来说：“我又没有笑你。”永强说：“你再笑你就下车呗。”王天来边掏口袋边说：“我这就给你看
看我笑啥。永强以为他要掏枪，赶紧拔枪击毙了王天来。这时他才发现，王天来掏出来的不是手枪，而是一个守护神雕像，和永强车里的是同款。他笑的是，虽然他们的肤色不同，却有着同样的爱好和信仰。对种族歧视抱着和平和希望的王天来，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死在一个白人警察手里，还被弃尸荒野。没多久，警察就封锁了现场。一个刚好路过的黑人警官蹲下来看了看王天来的鞋子，这就是片头的一幕。黑人警官正是王大拿，而王天来就是他要寻找的亲弟弟。在医院里，王大拿的妈妈望着小儿子的尸体痛哭。王大拿说他一定会抓到凶手，而妈妈却说杀死你弟弟的不是别人，就是你。妈妈还说王天来回过家，给自己买了好多吃的。王大拿沉默了。作为一个黑人能做到警官的位子，一定比一个白人要付出的更多。他渴望平衡家庭与事业，却始终无法得到母亲的理解。在医院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片头因为追尾和王大拿女朋友吵架的亚裔女子也来到了医院。她之所以脾气暴躁，是为了赶来看望出车祸的丈夫，而这个丈夫刚好就是被黑人劫匪李大国和王天来撞倒的亚裔男子。整部电影的结尾，故事以撞车开始，又以撞车结束，撞上了总是妇言欲甜的那个黑人护士。每条故事线都有冲突和翻转，每个主要角色都有成长和转变，高潮是一浪接着一浪。片子里有大量的细节隐喻。首先，撞车不只是电影中的一个情节，更是比喻了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碰撞。在美术方面用了大量的黑白元素，出现的车辆非黑即白，但是黑人的手划过黑白钢琴键，打开白色的冰箱，拿出白色的牛奶，点燃白色的香烟，最后又坐进了黑色的车里，可谓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暗示美国社会的各个种族早已经交融在了一起。几乎每次出现种族歧视的情节，画面中都会出现 stop 的路标，表达了导演希望能够永久停止此类种族恶行。黑人把偷渡来的黄种人送到了唐人街，很多店面的第一个字都是美，这当然不是巧合。导演期望美国能够成为一个不再有种族冲突的美好国家。说一句可能过于主观的话吧，同样是靠政治正确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确实比《水形物语》精彩得多，推荐大家看看完整电影。来了个拜。